你敢相信吗？这片有着湛蓝海水、细软白沙，本该装满度假欢笑的丹麦沙滩地下，居然整整埋藏着220万颗德军遗留的地雷。这不是电影虚构的惊悚设定，而是二战结束后欧洲大地上最血淋淋的真实历史。这些地雷被德军密密麻麻布设在丹麦西海岸，型号各异，杀伤力极强。一旦触发爆炸，别说是留下全尸，就算是半粒完整的骨头渣子都难以找到。为了清除这200多万颗致命地雷，丹麦当局做出了一个震惊后世的决定，逼迫2000名德国少年战俘充当活体排雷器。这些孩子大多只有14到18岁，有的还没褪去稚气，有的刚被强行征入军营就成了俘虏。他们甚至连真正的地雷都没亲手碰过，却要被赶到这片死亡沙滩上，用赤手空拳去对抗藏在沙砾下的死神。很多人看完这段历史会指责丹麦人太过残忍，会觉得这些手无寸铁的少年不该遭受这样的折磨。但如果我们翻开二战的尘封档案，就会明白这份恨意从何而来。1940年，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闪电占领丹麦。整整5年的占领期里，丹麦政府沦为德军的傀儡政权。德军疯狂掠夺丹麦的粮食、物资、工业资源，无数丹麦平民忍饥挨饿，流离失所。战争带来的伤痛像钉子一样钉在每一个丹麦人的骨血里。正是这份刻入骨髓的国仇家恨，催生了《地雷区》这部豆瓣8.7分的反战神作。它没有激烈的枪战爆破，没有英雄主义的煽情，只用最克制的镜头讲述了11名德国少年战俘在丹麦沙滩上徒手排雷的故事。而今天我们不只是复述剧情，更要拆解军官卡尔从恨之入骨到舍命相救的人性蜕变，读懂战争最残酷的本质和仇恨最可怕的循环。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成为冷门神作，能被无数影迷奉为反战题材的天花板，正是因为它从不站队，不洗白任何一方的罪恶，也不贬低任何一份苦难。他只把最真实的人性、最冰冷的历史摊开在我们面前。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片地雷区，看清那些被战争裹挟的少年和一个普通人的救赎之路。故事的开端满是刺骨的恨意。负责看管这11名德国少年战俘的是丹麦陆军军官卡尔。初次登场的卡尔就是战争仇恨的化身，他的眼里没有丝毫温度，只有对德军的满腔怒火。只见他冲上前夺过少年战俘手中的德国国旗，将人撞倒后，紧接着一拳拳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他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因为在他心里，这些德国少年和那些发动战争、蹂躏丹麦的纳粹战犯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生命贱如草芥，他们的存在就是罪孽，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是成为清理地雷的活体工具。接到任务后，卡尔给这11名稚气未脱的少年下达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死命令：3个月内徒手拆除45000颗地雷，完成任务就可以遣返回德国，回到家人身边。而所谓的回家，其实是卡尔用来哄骗少年们卖命的谎言，但同时也是这些孩子们支撑下去的唯一希望。可这份希望从一开始就布满了绝望。少年们没有专业的排雷防护服，没有高精度的金属探测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备，他们手里只有一根细细的铁管和一双毫无防护的双手。白天他们必须趴在滚烫的沙滩上，用铁管一点点拨开细沙，一寸寸探测地下的地雷。每一次铁管碰到金属的触感都能让他们浑身发抖，每一次弯腰徒手拆雷都是在和死神赌命。45000颗地雷就意味着45000次直面死亡的可能，一步错就是粉身碎骨。然而比死亡更折磨的是无尽的饥饿和屈辱。在所有丹麦人的认知里，德国人是不配获得食物和尊严的。这些少年每天只能得到极少的口粮，连基本的果腹都做不到，干净的饮用水更是奢望。卡尔对他们严苛到极致，稍有不顺心就会肆意打骂呵斥。到了夜晚，少年们就会被关进由牛棚改造的小黑屋里，这里没有窗户，没有通风，只有潮湿的霉味和压抑的恐惧。卡尔每次离开前都会反复检查牛棚的门锁，把锁芯拧得死死的，生怕这些少年逃跑。导演用这个反复锁门的细节，是为卡尔之后的转变埋下的第一个伏笔。在这样的地狱里，死亡成了家常便饭。刚开始排雷没多久，就有少年因为操作失误触发地雷，瞬间被炸得尸骨无存。但卡尔就站在不远处冷眼旁观，脸上没有丝毫波澜。他觉得这些少年的死亡不过是为父辈的罪孽付出的代价而已。此时的卡尔被仇恨蒙蔽了所有良知，他看不见这些孩子眼里的恐惧，更听不见他们颤抖的哀求。他只记得丹麦5年的苦难，只记得自己失去的同胞和家园。可人性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再坚硬的仇恨壁垒也会在不经意间被一丝微光撬开裂缝。而改变卡尔的第一件事，竟来自一场荒唐的食物中毒。在少年们偷吃了掺有老鼠屎的马饲料而集体肠胃生病、高烧呕吐时，卡尔发现后，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责罚，而是立即来到附近喂养马匹的农妇家里调查真相。Hvad er det her? Men hvis det er det her, det spiser, så er det klart, de er blevet syge. De putter bollelort. Hvad er det, der er så sjovt? Så fik jeg alligevel ramt på nogle tyskere. 当他得知少年们是因为饿到极致才偷吃了脏污的马饲料时，他冰冷的心第一次出现了松动。接着便带着他们来到海边，让他们灌下海水催吐，并用干净的海水帮他们冲洗身上的污垢和病菌。这是卡尔第一次用不带仇恨的眼神看待这些少年。紧接着更残酷的意外发生了，
一名少年因为呕吐时动作幅度太大，不小心触发了身边的地雷，双手当场被炸断，躺在地上痛苦挣扎，哀嚎声撕心裂肺。卡尔没有犹豫，立刻给少年注射镇定剂，并安排车辆第一时间把他送往附近的基地医院。事后，他还偷偷开车去医院探望。当得知这个少年在夜里已经不治身亡时，卡尔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他没有去看少年的尸体，而是默默从军营的食堂里搬了一箱面包和食物准备带回去。可这一幕恰好被他的上司都看在眼里。回去后，卡尔将食物都在地上，自己则回到车上独自用餐。这种口是心非的矛盾，正是卡尔人性觉醒的开始。他一边被国仇家恨绑架，觉得德国人罪有应得，一边又无法忽视这些只是10几岁的孩子，他们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屠杀平民，他们只是被时代裹挟的无辜者罢了。他不敢承认自己的怜悯，也不敢放下自己的仇恨，所以潜意识下只能用这种冷漠的方式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愧疚和动摇。而真正彻底撬动卡尔内心的是一个叫舒曼的少年，是这11个人里面最特殊的一个。他性格沉稳，心地善良，也是这些人里拆雷速度最快、数量最多的人。当队友因为害怕不敢拆雷时，他会主动站出来帮忙；当队友受伤时，他会第一时间冲上去救助；当队友抱怨饥饿时，他会顶着被卡尔责骂的风险，平静地陈述事实，从不哭闹，更不抱怨。更难得的是，舒曼还凭借自己的观察，发明了更为高效的排雷工具，大大提升了小队的排雷效率。他在绝境里依然保持着善良、坚韧和智慧，这份难得的品质让卡尔打心底里对他刮目相看。卡尔终于开始清醒，这些少年和那些发动战争的纳粹恶魔根本不能画上等号，他们不仅是孩子，同样也是战争的牺牲品。从这一刻起，卡尔锁牛棚的手开始变得松懈，他不再反复检查门锁，不再对少年们恶语相向。天边昏暗的乌云散开，露出了夕阳的晚霞，就像卡尔心中的仇恨终于裂开了一道透光的缝隙。可就在少年们慢慢燃起回家的希望，慢慢相信只要好好拆雷就能被放走的时候，丹麦人的仇恨再次把他们拉回了残酷的现实。这天夜里，几名丹麦军官来到牛棚，凌辱这些德国少年，他们对着少年们肆意辱骂，动手殴打，甚至做出更屈辱的举动。舒曼为了保护队友挺身而出，却被军官用枪指着头，差点当场丧命。幸亏卡尔及时赶到，阻止了这场悲剧。 Please, I need these boys. Who the fuck are you? I'm Sergeant Karl Leopold Rasmussen. This is my unit. My assignment is to clean the beach. I need these boys. I need all of them. 其实这些军官正是卡尔的上司故意带来的，因为上次卡尔偷拿部队的食物去喂养这些仇人，所以这次过来就是故意要给卡尔一个教训。他警告卡尔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一旦再发现有类似的行为，下次就连他也会一起受到惩罚。因为昨晚的事情，上司下令让他们提前1周完成排雷进度，这让本就艰难的任务变得更加致命。好在大家用了舒曼的发明后，这才勉强完成了指标。可就在一切看似慢慢好转，少年们回家的希望也越来越大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再次击碎了所有的美好，也彻底击垮了卡尔的心理防线。舒曼在一次拆雷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枚铀雷，这种地雷极其隐蔽，一旦触发就会引发剧烈的爆炸，杀伤力极大。舒曼立刻提醒身边的队友，可双胞胎中的哥哥因为太过专注于拆除手中的地雷，所以没有听到弟弟的提醒。Jetzt hab ich dich, du kleiner Bastard. 弟弟恩斯特亲眼目睹哥哥惨死，瞬间崩溃，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哥哥就这么没了。Werner! Werner, wo bist du? Werner! Werner! Setz dich hin, Werner! 双胞胎哥哥被地雷瞬间撕碎，尸骨无存。等卡尔赶到时，就只剩下一片浸湿的泥沙和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为了稳住情绪逐渐崩溃的弟弟，卡尔只能给他注射了1针镇定剂。望着恩斯特绝望的模样，卡尔彻底破防了。这也是他第一次为这些德国少年感到了彻骨的悲伤。自那以后，卡尔不再隐藏自己的心软，他给少年们每周放1天假，还和他们一起在安全的沙滩上踢足球，像长辈一样陪着他们玩耍。此时的卡尔已经彻底放下了仇恨，他把这些少年当成了自己需要守护的孩子。可命运的捉弄从未停止，卡尔的爱犬偷偷跑进了未清理的雷区，结果误触地雷，当场倒在了血泊中。爱犬的死亡瞬间点燃了卡尔积压已久的负面情绪，他把悲痛和愤怒全部发泄在了少年们身上。他逼着负责这一代排雷的少年学着他的爱犬一样在地上捡球。Braver Hund. Ja? Braver Hund. Guter Hund. Braver Hund. Sitz! Bellen. Bellen! Wurf, Feldwebel! Wurf! Lauter. Wurf! Bellen! Wurf! Lauter! Wurf! 卡尔似乎又变回了从前那个冷酷的军官，甚至做出了一个更为疯狂的决定。他让少年们手挽手排成一排，在雷区里来回行走，充当人肉探测仪。少年们吓得浑身发抖，却只能乖乖服从。他们肩并肩一步步踩在沙地上，每一步都可能迎来爆炸。幸运的是，这次排查没有一人伤亡。可当卡尔看着孩子们浑身颤抖、满脸恐惧的模样时，他心中的怒火瞬间被愧疚淹没。而真正让他彻底醒悟的是弟弟恩斯特的死亡。
一天，农妇家的小女儿误闯了未清理的雷区，此时卡尔并不在沙滩上，农妇只能向少年们求救。舒曼立刻拿着铁管，准备快速探测出一条安全通道。谁料这时恩斯特不顾危险，径直冲进雷区。虽然他把小女孩成功救了出来，可他并没有跟着返回安全区，而是平静地转身，一步步地走向雷区深处。或许哥哥的死亡早已带走了他所有活下去的希望，这片沙滩早就成了他的人间地狱。看着队友一个个的死去，舒曼内心开始崩溃。这个一直坚韧隐忍的少年，心中回家的信念也第一次彻底崩塌。直至此刻，卡尔对他们的态度彻底发生了改变。 Nimm die Trink weg. Wiederhole. Es ist fast vorbei. Es ist fast vorbei. Ich komme wieder nach Hause. Ich komme wieder nach Hause. Okay? Ja, ja. Hör auf zu weinen. Ich brauche dich. Die anderen brauchen dich. Okay? Muss stark sein. Kannst du das? Ja, ja. Ja, ich kann stark sein. Du bist stark. Ich bin stark. Sag es nochmal. Ich bin stark. Ja, ich komme nach Hause. Ich komme nach Hause. 卡尔的话让舒曼再一次看到了希望。在绝望的坚持下，少年们终于拼尽全力，完成了45000颗地雷的清理任务。他们把拆好的地雷整齐搬上货车，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满心欢喜地憧憬着回家的场景。可死神却再一次夺走了他们的希望。在搬运地雷时，因为一名少年的微小疏忽，突然引发了剧烈的爆炸。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负责搬运的少年全部阵亡。最初的11人小队最终只剩下4名幸存者。卡尔望着一片狼藉的现场，内心感到无比的愧疚。他下定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让剩下的4个少年平安回家。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上级从一开始就从未打算兑现完成任务便放他们回家的承诺。所谓的回家，不过是一场精心编织的谎言，一个用来哄骗少年们拼命拆雷的借口。在丹麦，没有人愿意看着德国人平安归家，更没有人会原谅这些侵略者的后代。这些早已练就排雷经验的少年，注定只能被当作冰冷的排雷工具，送往一片又一片的雷区，继续在生死间拆雷，直到生命燃尽，直到他们再也无法动弹的那一刻。当卡尔得知这个残酷真相时，他没有愤怒嘶吼，也没有半句抱怨，心底只剩下无尽的无力，却又生出一股必须反抗的决绝。最终，他做出了一个违抗军令，足以让自己送上军事法庭的决定。他偷偷篡改了阵亡名单，接着把这4个少年从死亡雷区里救出来，并亲自开车将他们送到了国境线。Alle aussteigen. Komm jetzt. Aus. 少年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卡尔的出现让舒曼以为是自己产生了错觉。 Da entlang. Die Grenze ist wahrscheinlich 500 Metern entfernt. Dann seid ihr in Deutschland. Lauf. 直到卡尔一直催促着他们离开，舒曼这才反应过来，这一切都是真的。4个少年疯狂地朝着德国的方向奔跑，那里或许就是他们向往自由的味道。卡尔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他终于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也终于拆除了自己心中那颗埋藏了5年的仇恨地雷。电影的故事到此结束了，可真实的历史远比电影更加的残酷。二战结束后，整整2000名德国少年战俘被逼迫清理丹麦西海岸的220万颗地雷，最终有近半数的少年永远死在了这片沙滩上，或是落下终身残疾。他们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战后的复仇里。地雷区最伟大的地方，从来不是揭露战争的血腥，而是告诉我们一个最深刻的道理：仇恨的种子一旦种下，人心的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卡尔的蜕变是一个普通人的救赎，他从被仇恨操控的复仇者变成了守护无辜的善良者。他用自己的选择打破了仇恨的循环，而那些少年用他们的生命告诉我们，战争最可怕的从来不是爆炸和死亡，而是让无辜的人替罪恶的人买单。沙滩上的地雷终会被清理干净，可战争留在人类心中的伤痕却需要几代人去抚平。愿我们永远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护和平。愿我们永远守住人性的光辉，不让仇恨蒙蔽了心中的善良。这就是地雷区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答案。关注我，带你拆解更多高分冷门电影，挖透电影背后的故事和人性。我们下期再见。